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960跟2489的外交结果已经出炉了。960王国将会和1188还有1316合作，2489王国将会和1846还有1262合作。960也是发了王国邮件说这一次 KVK 里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去讨论区，所以这边就暂时不放出来。我相信大家看到比较多的版本就是来自1316的。上面的部分其实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下面这个部分。经过大家同意，部分阵营位置已被固定，188和1316会与1846和1262紧密相贴。从关卡4大温泉、关卡7到皇庭都会有精彩的战斗在等着我们，大家好好准备，打出我们的精彩！1316加油！通过这个邮件，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到一点，就是960也是会在2489的旁边。但是这封邮件里面有说到部分阵营位置已被固定了，这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王国的旁边，这个叫固定的位置，又或者是再附加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拿哪一个阵营。毕竟各位也知道了，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就是不列颠之王，不同的阵营有不同的能力，能力的顺序就是上下左右。至于争议的详情，各位可以查看这个图片。也就是因为上面阵营跟下面阵营的争议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才看到2377和1365他们都选择上跟下的位置。所以像这一次960跟2489的 KVK 有要求一定要在对方的旁边，也就等于说其中一方可能拿到的争议就没有这么好。假设他们外交谈判是没有要求说某一个王国一定要在哪一个位置的话，那第一名的王国有很大可能就是拿上面这个位置。我们打个比方，上面的位置由960给拿下了，就变成说2489一定要选择左边或者是右边。但是这两个阵营的争议就是这个地图上最糟糕的两个阵营但是我觉得2489会选择左手边的可能性比较大啦。那么目前我是看到1846的排名是比起1316还要多的，所以我觉得846他们会选择下面的位置，然后1316就选择右手边的位置。当然这个是没有强制他们选择哪一个阵营的情况下啦。假设有强制的话，我认为这个排法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就会变成这样。因为1960王国是整个地图上击杀最高的王国，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很大可能会叫960拿争议最烂的阵营。那为什么2489的位置在下面呢？因为如果把上面那个位置让给2489的话，这个有一点不太合理，没有理由给他一个争议最好的阵营嘛，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给整个地图上最弱的阵营，也就是1316跟1188，然后左手边就是1846和1262拿下。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啊，最终结果还是要等到他们选地图的时候才知道。不过唯一能够确认的东西就是960隔壁肯定是2489，这两个王国打起来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两个王国上一场 KVK 都蛮无聊的，像960上一场 KVK 的皇庭打半天就结束了甚至不用半天，几个小时就结束了。至于2489上一次的 KVK 据说也是打得不是很激烈，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据我所知，960跟2489这一次的 KVK 其实是已经约好的，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想要打一场比较激烈的 KVK 啊。假设说这一次 KVK 你再不打起来的话，那么这两个王国等着解散吧。虽然我是听一些玩家说有可能2489不会出现了，但是我觉得2489在关卡4出现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有可能不会打整个星期这么夸张吧，至少要打2-3天左右。那假设说960跟2489这两个王国在关卡4没有战斗起来的话，那至少1846跟1316那边还是有的看的吧。不过如果他们真的一开始就有打斗的话，就变成说关卡4、温泉、关卡7、皇庭都会有战斗可以看了。所以我希望这两个王国不要错失这一次的机会，快点打起来吧。那么除了刚刚我所演示的1316还有960的外交结果公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王国的外交结果也是被发布出来了，那就是1846的。哎呀，1846的国王又写小作文了他每次写作文了，哎呀，我要念很久。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多少个人看过这封东西吧。这个公告我是在韩国讨论区那边挖出来的，在一开始他就有感谢河粉，那有很大可能他发布这个公告的时候是在外交群，又或者是在他自己的王国内部，但是邀请了河粉过去。那一开始讲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激励人的话，就讲我们这一次的 KVK 很受到关注，竞争会很激烈，但是我们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我们会太超过，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王国成员们和王国最大的利益。他还说到他的王国之前有收到一些针对性的对话，就比方说我会在1846那边见到你，就等于说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偷渡进入1846，或者抢走1846的大佬之类的言论。
接着下面他就有提到往事了，也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2489跟1846之间是有仇恨在的。他就说在那一场 KVK 之后，他看到2489没有做一个比较平衡的 KVK， 让他觉得很失望。坦白说，这个不是先锋王国应该要有的游戏方式。但是这种态度现在在这个外交圈里面得到了回应，也就是说这一次960跟2489的 KVK 因果报应，我已经开始闻到血腥的味道了。因为你们现在需要我1846妥协，他这里所说的你们有包括谁，这个我就不确定。但是根据他前面所说的对话，有很大可能他说的就是2489要求我的成员与一个我们认为是真正敌人的人合作因为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的语气还有策略。所以根据他这一段话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这一次他们的外交谈了好几天，有很大可能真正的矛盾点就是在2489还有1846之间。但是我先声明啊，这个我猜测而已啊，我根据他邮件猜测的啊，我没有在外交群里面啊。但是他现在接受了河粉为我个人道歉，他今晚会召集1846全体玩家开一个会议也就等于说他这个邮件写的时候应该是在外交群里面向他们表示道歉，并且试图说服他们接受道歉并继续向前。对于这张 KVK 我们应该考虑做出另外一个妥协，因为其他人似乎不愿意。那这边1846有预先开出了一些条件，为什么说预先呢？因为1846还要跟他的成员们讨论到底要不要跟2489合作。他这里有说到，如果1846的玩家接受2489也就是河粉的道歉，他们就会考虑 2v2 的形式，也就是选择 A960 将会和1188还有1316对上2489、1846、1262，后面还有写出他们的王国战力和击杀对比。但是他给出这个选项是有条件的，因为他认为说做出这个妥协然后变成960的出气筒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希望他们其他阵营可以考虑这几点。首先第一点，固定地图489跟960要互相战斗，489一定要选择在960的隔壁阵营，这样子在一开始就会有战斗，从关卡4大温泉关卡7到皇庭。对大家来说这个就是一场 all in 的 KVK 原来这个条件是1846那边开出来的。假设说这个条件是他们开出来的话，其实也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们自己想一下，假设说960隔壁就是1846的话，那么很大可能960就会跑去打1846，所以1846开出这个条件其实就是为了要确保他自己不会被960打。然后1316和1188肯定会选择960的旁边，就变成说1846的旁边一个就是2489，另外一边就是1316跟1188。不过我相信听到这里的观众肯定会觉得说，哎呀，1846为什么这么胆小啊，不敢去打960。但是我讲实话啦，如果是我碰到960啦，我也会想要这样子打所以想要去跟960打。而且1846的实力跟960差那么远，2489才可以面对到960，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条件是合理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奖励的东西啊，因为在过去的 KVK 489跟1846呢就有一个 KVK 奖励信任的问题，因此为了让每个人清楚，如果1846赢了，1846和1262也会要求拿到终战，这个可以让1846还有1262相信他们至少是有公平的机会可以赢得任何奖励，这个也是1846所开出的条件之一。他们在打皇庭的时候，只要敌人的旗帜全部都已经撤退或者是被烧掉之后，就开始计算数据，查看谁到底才是赢家。这边可能是为了要避免2489的玩家可能会跟960互相刷击杀。最后第三点，分享任何奖励，他还不确定这个地图上 KVK 最终奖励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上面的条件被允许的情况下，当1846胜利了，他会想要向失败者，也就是可能960或者是1316提供任何额外的硬币，就是讲他那个征服者之证分配的奖励会给他们多一点，以表示诚意，并表示如果同意第一点，我们所有王国将会做出努力。那么以上就是1846的邮件所开出的条件。那其实我觉得1846这里所开出来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合理的，至少他是肯放下过去的恩怨，然后跟2489合作，而不是说哎呦2489跟我有仇啊，我要弄死2489而且也因为他这里所开出来的条件，让2489跟960在隔壁而已，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精彩的画面。重点是我觉得他这边的条件其实也不算过分啦。那我们回来讲这一次的外交结果，其实讲真的，这一次的外交不管怎样选择盟友呢，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会说这一次的外交结果是公平的，只能说是比较合理一点了，至少他那个差距不会这么大。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知道1316其实也是很能打的王国，再加上960，所以普遍会认为说960这一场 KVK 会比较简单，也就是 Easy KVK 啦。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敌人也不是软柿子，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这一次的 KVK 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